结婚10年了，然后他吧以前是个特别老实的人，基本就是家里单位家里特别单纯，但现在吧他变了，整天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，经常都不回家，常常从就是晚上2点3点4点等，一晚上都不睡的等，然后他第2天呢回来了，就像没事儿一样。然后这个孩子吧从小到大基本就我一个人在带，他基本就没有帮过什么忙。我觉得养一个孩子已经很辛苦了，他现在居然要第2个孩子，我觉得我是肯定不会再养第2个孩子的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傅先生38岁，来自武汉，软件工程师；女嘉宾王女士38岁，来自武汉，职员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小片看到了2个主要的问题哈，一个主要问题是想要孩子是吧？对，2宝是吧？对，啊，不愿意是吧？是。啊，给了个理由，从来不帮助和现在还不回家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是现在经常不回家吗？也不是经常不回家，只是偶尔，有时候会加班，可能会晚一点。到底是经常还是偶尔？咱把它量化一下好不好？1个月有几天？1个星期能按时回家1天吧。这个按时回家是指几点？8点左右，因为他工作的单位离我们家比较远。哦，那4天是都不回家还是回来的晚？特别晚，然后再就是有的时候就不回家。特别晚是指？12点以后吧，1点2点。哦，1、2点。对。哦，1个月有几回不回家呢？还是其实人家是偶尔？不，1个月总有个1、2次吧，我觉得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是一名软件做开发的啊，然后工作性质比较特殊，面向的客户群体比较特殊，他们对这个信息安全比较看重，就是有时候我们白天可能需要写程序是吧，然后晚上才能进这个用户的电脑机房里面进行程序调试。电脑机房是带那种电池屏蔽的，就是手机带进去了，它可能就是没有任何信号，就是有时候可能接不到他电话。那么这个事情和他也解释过很多次了，但是后来解释的次数多了，他可能比较被他烦了，以后就懒得太和他解释了，免得引起一些争吵。他工作的性质就是 IT 嘛，都是比较忙，压力比较大的，对吧？其实我挺理解他的呀，主要是他现在变得特别离谱。他以前8、9点就每天可以回家，那你现在怎么就不回家？对，也不打电话，也不接电话呢？以前为什么可以接，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接呢？说嘛，为什么吗？主要还是工作有时候比较忙一些吧。你换工作了吗？换了。我觉得他就是不尊重我，你知道吧？你换工作了吗？换过。换过。对。那是不是因为他换了工作，所以变成这样？那要说到换工作这个事情，那就更离谱了。他也不和我商量的，我还是在地上打扫的时候就捡到那个名片，就看见哎，怎么公司的那个名称啊，还有他那个职务都已经发生变化了，然后我才知道他换了工作。你说有换工作不和老婆商量的吗？主持人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在一个工作上干一辈子，是不是？特别是作为男人，是吧？换工作其实很正常的事情。是。其实当时我换工作之前也曾经考虑过和他说一下，但主要还是怕他担心，是吧？说我失业了，是吧？这其实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，现在我觉得没必要再提他了。我觉得主要是他不尊重我，换工作我觉得也是挺大的事儿啊。你说怕我担心，你不更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？就你换完以后也可以和我说吧，他没说，是我自己发现的呀。是。所以妻子最不满意的就是你不尊重我，尊重性不够。你们俩现在平常还出去玩什么的吗？很少，就以前吧，他重心都在这个家里和我这里然后现在真的变化很大的。你能举几个例子吗？有啊，经常的这种事儿就是有一次吧，就我跟他说那个去超市买点东西是吧？东西都比较重嘛，老公肯定要帮忙的吧？对。他答应好了的我就去卧室整理了一下，再出来，人没了。去哪儿了？后来我才知道他去酒吧了。你没打个招呼啊？不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家里收拾井井有条，卫生打扫干干净净，特别是当时的脾气非常的好，非常温柔。但是最近这几年，他开始变化越来越大，开始变懒了，就是家务活也不愿意干，然后卫生也不愿意做，然后家里的衣服啊堆了好几天，脏了没换的了才去洗，也不爱做饭了，肚子饿了直接去叫外卖，然后居然叫着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吃外卖。然后特别是他最近这几年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，越来越要吵架。有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受不了他的这个暴脾气。
哎呀，妻子说丈夫是变了，丈夫又觉得妻子也变了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你还想要一个孩子呢？是这样的，那我一想嘛，我现在有个女儿，如果有一儿一女是吧，儿女情长该多好。怎么样，带女儿吗？小片里说从来不带孩子是吧？不带孩子呀，孩子就从小到大他基本就没有带过嘛。给孩子喂饭啊、穿衣啊、陪他玩啊，这些事情我都干过。你干过几次啊？你干过几次？你就是10个指头，你真的用不着。我觉得1只就够了。他根本就干得很少，然后他抱我们家孩子也抱得很少，基本都不怎么抱，因为他比较讲究个人形象，他怕那个孩子的鞋子呀会踢到他的衣服，就把他衣服搞脏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这样，让我们家孩子跪在他的手腕上，然后这样抱着他。我在外面都从来没有见过。那你觉得一个几岁的孩子他会喜欢吗？他肯定不喜欢是吧？他就扭呀不喜欢。那么他还有第2式，端菜，他把那个孩子就那样横着这样端着，你知道吧？那孩子怎么会有安全感呢？他连抱都不喜欢他抱，你说孩子他会喜欢他吗？你怎么知道孩子不喜欢我？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总是陪他玩，陪他一起做游戏，他玩得可开心。他怎么开心啊？你又不是小孩，你怎么知道他小孩怎么想的呢？那最起码的，他平时本来就在家的时间也不多。说他在家吧，就我送个孩子去个什么兴趣班呀什么的，他不会帮忙送一下。冬天刮风下雨，我们家又有车，我又不会开。你说他送一下我们有什么问题？他宁可在家里看电视，他都是绝对不会送一下我们的。你想一想，有这样的父亲吗？你还说我，大冬天的，你给孩子报那么多培训班，什么要是画画啦、舞蹈啊、英语啊、小主持人呐，一大堆一般。你说小孩年纪还那么小，他学得进去吗？但是我报的那些兴趣班又不是什么课业压力特别大的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对孩子的成绩有过要求。我要求的就是他一个，就是健康，培养一些兴趣，画画、跳舞、形体啊，然后一些就锻炼一个身体。所以今天来是干嘛呢？主要是我一个孩子带的就很辛苦了。他突发奇想，他还说他要第2个孩子。您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，我会要第2个孩子？我肯定是不会要的。其实，我想现在我们还年轻，然后现在国家政策也开放了，对吧？所以更好趁这个机会，其实我们可以再要一个。如果再过2年，我们年纪多大了？到时候真的。妻子的话你听明白了吗？确实没法给你生，完了你去哪儿人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对女儿好像也不是那么疼爱，因为你想嘛，如果再生个宝宝的话，这女儿是不是得你来带了，对吧？她管那小的吧，你们分工一下，你管得了闺女吗？管得了啊。哪里管得了啊？他根本就不怎么带。我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，其实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状态，我们没有必要，我也不可能再去生第2个孩子。我希望老师劝劝他，2胎什么的，你就别想了。明白了，10年的婚姻是吧？是。打个分吧，你打多少分？100分，满分。70吧。70，不错了，这成绩。你呢？80到90吧。平常闺女怎么评价她呀？就我们闹得特别厉害那段吧，就是说要离婚的时候，我就问她，我说你觉得你爸爱你吗？我们家女儿说的是，离婚就是不爱了，不离婚就爱吧。然后我当时真的是特别心酸。你怎么会问闺女这个问题？你爸爱不爱你这个问题呢？因为我都感觉不到啊，就我都不觉得他是挺爱这个家、爱女儿啊。那你怎么还打70分呢？那不及格才是。抱怨了，好吧，我觉得看的已经有点端倪了啊。女生其实是不是害怕说，如果不给她生，她怕她跑啊？我就是怕，就是越推越远，渐行渐远，这个家就真的就散了。行吧，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们婚姻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没有沟通，没有交流，然后呢，2个人不在同一个频道上。我今天早晨刚看了一篇文章，就说这个。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婚姻的本质其实说到底就是要出让一些权利。你如果结婚的话，你就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把你的自由权、隐私权和时间权出让。因为你结婚了，所以呢，你不能再为所欲为了。
因为你结婚了，你的时间要平均分配，分配给家庭，分配给工作。因为你结婚了，你的隐私要有一部分让妻子知道，因为她是你的妻子，妻子有权知道这些。所以我觉得对男方来说的是什么呢？你对妻子关心的过少，你们的沟通是无效的，所以导致你们二人现在的关系。希望你们2个人都能回去调整，当然妻子也不要有那么多的抱怨。好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傅先生您好，我们说什么您都有理啊，你总是有你的道理。你说的对，你说我心不在外面啊，但是你人在外面啊，电话失联，夜不归宿，1个礼拜只有1天按时回家。后来我都跟他说这个事儿了呀，后来我都跟他解释了呀，为什么不之前沟通呢？之前其实也都是沟通过，但是后来怎么说呢？你看你有理吧？我们说什么你都有理。后来歌唱得好，后来我懂得了如何去爱，然后你呢消失在人海。所以要提前说很多事情，要报备，2个人共同来维持这个家庭。你辞职不干了，你要跟他讲，因为他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，在你不工作的时候。其实真是不想让他担心，我说在外面。你有理吧？你不想让他担心，他更担心。你不接电话，我就一个人对着电话线聊个天儿，让我知道你在哪儿，让我知道你是安全的。行。关于2胎这件事情，暂时不要生，但如果他改了，再考虑生不生，好吗？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其实对于有些男人来说，成家不是成个家，就是成个样子。就是男人嘛，得有家，有老婆有孩子，别人有个2胎，我得有个2胎。他成家的意义并不代表说我要在这个家庭当中付出多少，享受多少幸福，他只是成一个家的样子。你看一个人跟你不沟通，无非是因为几个原因。第一是觉得跟你沟而不通，索性就不沟通。还有一种方式是真的避免你担心，但我认为他是第3种，他压根儿没想过要跟你沟通。如果是前2种，要么是怕你担心，要么是沟而不通，至少他会有情绪。如果我是怕你担心，至少我会欲言又止，但他压根儿就没想着跟你沟通，你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其实我认为沟通是一件挺上瘾的事儿。你身边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你付出，跟你可以一起商量拿主意的人，你能够跟他一起快乐共享，痛苦分担。你到最后，如果你真的依赖上这种方式的话，你甚至心里都藏不住话，没事我就要跟他念叨念叨，这成为一种夫妻的情感交流的一种方式。其实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刚刚赵双问的，他问你说打多少分，你说70，他说能达到80跟90，就有人认为这不是事儿，他缺乏做丈夫和父亲的一种心情。你刚才说的那个细节，你说他抱孩子怕孩子的脚鞋会弄脏他的身上，别的人抱你们家孩子都这样抱，你到抱孩子要端菜。所以我赞同目前至少不能生啊，现在这个孩子还不能得到更多的幸福，那么你再生一个孩子的话，那很显然这个孩子的生活质量和你们的生活质量肯定是严重下降。所以你今天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丈夫，你能不能做好更多的交流。对于男人来说，你是否能够做好一个丈夫基本的责任。一个丈夫基本的责任不是扔钱，而是有足够的关爱，足够的照顾。如果你都不具备，你已经不再是丈夫。要生孩子，首先感情得好吧，没感情怎么生啊？从感情开始吧，还来得及呢。所以对于要2胎的家庭来说，是一个特别好的机遇，不是因为要2胎了，而是我们可以借2胎这点事儿，把过去婚姻当中那个不好的、有问题的东西修正一下，
当我们修正回来的时候，美好的婚姻来了，孩子也可能因此而来了呢。所以你们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在听了主持人和专家的一番话之后，我感受到以前确实太看重工作了，忽视了你和孩子的感受。我希望我以后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你和这个孩子身上。关于2胎这个问题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你什么时候想要，我们什么时候再探讨这个问题。就是你今天这个态度，我其实挺高兴的。你工作挺忙，我也知道，主要我是想你把心真的用在这个家和我和孩子身上。生2胎吧，现阶段我肯定是不会生的，就再看你的就以后的表现吧。谢谢2位啊，请回啊，慢慢调整吧，慢慢学习，我们都学习嘛啊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现在就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来，从回家多陪老婆开始，好吗？谢谢主持人，谢谢你们啊！来，请回，谢谢大大家。